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3月23号，印度那头啊，总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三哥三嫂们激动的恨不得去恒河里洗个澡。为啥呢？因为那2台被他们当成救命稻草的盾构机，终于到了孟买港啦。那这2台机器一落地啊，印度那条号称是天字第1号基建工程的孟买高铁，总算是有救了呀。三哥是费尽心思的，想搞个去中国化的高铁。还是专门绕开了中国去找这个德国下单的，结果你猜怎么着？费了9牛2虎之力买回来的，竟然还是地地道道的广州货。那今天咱就扒一扒这出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印度基建闹剧。咱们先来说说这条孟买高铁啊，在这个印度人眼里啊，这条高铁是啥地位呢？那是莫迪老仙儿心心念念的门面担当啊，还是这个印度的面子工程啊？那更是他们向全世界宣告印度基建崛起的超级大喇叭。从这个立项那天起啊，这印度人脑瓜子里啊就盘算着一个极其别扭的念头，这个事儿绝对不能带中国玩。你想啊，三哥啊一直把咱们是当成最大的竞争对手，天天做梦啊都想在基建上超越中国。要是印度第1条高铁是用这个中国技术修的，那这个脸还往哪儿搁呢？于是乎，印度人一拍大腿，咱们找日本啊，全套引进了日本新干线的技术，顺带还薅了日本一把极其优惠的贷款。从头到尾啊，这印度人呢都刻意避开中国企业，那叫一个清高啊，摆明了就是要搞去中国化，满心欢喜想向世界证明，看见没？没有你们中国，我大印度一样能搞定最顶尖的高端基建。可是理想是很丰满，但是现实往往不仅骨感，还会顺手给你2个大逼兜。项目刚一开工啊，最大的拦路虎就出现了。不是什么争地遇上钉子户了啊，也不是这个日本的列车水土不服，而是一台修隧道绝对绕不开的神器——超大直径盾构机。啥叫盾构机啊？这就是一条钢铁巨型蚯蚓啊！这个高铁想要穿过孟买市区啊，那密密麻麻贫民窟啊，还要修建这个复杂的海底隧道，你总不能雇几万个三哥啊，拿这个铁锹往下面挖吧？那得挖个下个世界挖不通啊！必须得用这种重达3000吨、直径4层楼那么高的盾构机啊！这个玩意儿它是地下工程的心脏，没它，你这个高铁项目就只能停在 PPT 上。那面对这个难题，这印度人呢又开始动歪脑筋了。既然不能买中国的盾构机，那咱们就去买西方的。于是呢，他们就兴冲啊，揣着票子找上了德国著名的海瑞克公司，订购了3台巨型的盾构机。三哥当时心里的算法打的叫一个美啊，嘿嘿，我买的可是德国的机器哦，既保证了质量，又完美绕开了中国，我真他娘的是个天才啊！但是三哥是千算万算算落了当今世界一个残酷真相：高端制造业的尽头往往写着 Made in China。你以为你买的是纯正德国系统的日耳曼钢铁巨兽？太天真了啊！当这个印度方面满心欢喜去查进度的时候，傻眼了呀！就算这机器上挂的是德国海瑞克那金光闪闪的 logo，但是这2台盾构机的生产、组装、调试全都是在中国广州的工厂里完成的，从头到脚，从里到外，这就是彻头彻尾的中国血统。为什么会这样啊？这就好比你在高档餐厅里点了一份法式红酒炖牛肉，结果你跑到后厨一看，掌勺的是个东北大厨。全球范围内能造出这种直径超过13米，还能适配孟买那种恶劣海底地质的超大盾构机掰着手指头算你都数得过来啊！而咱们中国不仅是完全掌握了核心技术还拥有全宇宙最完整的产业链，咱们是造得快、造得好，成本还低，那逼得连德国这种老牌机械帝国为了保证这个交货周期和这个拼价格，也不得不把这个生产线设在中国。中国的盾构机早就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市场份额呀，超大直径领域那更是独孤求败啊！印度自己的工业基础是个啥水平啊？大伙儿心里都有数搞个摩托叠罗汉还行，搞这种精密与暴力完美结合的重工业机器，你就是把印度斯坦航空那帮天天摔飞机的神仙工程师全绑过来他们看着这几万个精密零件也得当上傻眼啊！那去求日本，日本的机器口径太小了，啃不动孟买的海底岩石。那其他国家呢？
连个图纸都画不明白啊！绕来绕去啊，这印度啊费尽心机啊画了个巨大的圈儿，最后悲哀的发现自己又结结实实的撞回了中国供应链的铜墙铁壁上。这就叫孙猴子再怎么翻跟头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儿。哎，你想靠贴牌儿换合作方来躲开中国啊，完全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那既然认清了现实，老老实实等机器交货不就行了吗？嘿，那你就太低估印度人作妖的能力了啊！接下来的操作啊，才是真正展示三个脑回路的巅峰时刻。这按照原本的合同啊，那这批在广州造好的巨型盾构机，应该是在2024年的10月份啊就装船运往印度了。可是从前年的秋天一直拖到今年的春天啊，这2台机器就死死趴在广州的码头上，动都不动一下。印度的高铁隧道工程啊，直接就因为没有设备，宣布第9次延期。工地上是大眼瞪小眼，日本的贷款呢，每天都是哗哗的产生利息。那印度的官员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啊，天天在办公室里拔头发。为啥走不了啊？很多不懂行的人可能会以为，哎，是不是这个中国为了报复印度，故意卡他们脖子呀，不给他们发通行证啊？大错特错。中国不仅是没卡他们啊，反而是印度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巨大的坑，把自己给活埋了。那事情的真相简直让人哭笑不得呀！这印度国家的高铁公司赖账了。哎，咱们都知道，跟这个印度人做生意最怕是啥？就是收尾款。这阿三在国际商界的德行啊，那可真的是臭名远扬，声名狼藉啊！你要是敢把这个货全部发给他，他就能把尾款给你拖到海枯石烂，地球毁灭。这次买盾构机啊，这印度人呢又把这套空手套白狼的做法给拿出来了。哎，眼看这个机器快交货了，这印度人啊就跟德国的海瑞克公司说：“哎呀，好兄弟，咱们先把这个货运到孟买，等我们验收试用了，没有问题了，最后呢再把那个尾款给结清，你看咋样呢？”德国人也不傻呀，在这个上海沉浮了这么多年，谁还没听过三个的威名啊？德国人斩钉截铁的拒绝，少来这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尾款不到账，这机器就休想从广州的港口挪动半步。这个时候啊，这印度的大聪明他又附体了，他们心里面暗搓搓算了一笔账啊。这么大的机器放在这个中国广州的码头或是仓库里，那每天这个仓储费那可是个天文数字呀！哎，这个德国人肯定是耗不起的，只要我们死拖着不付钱，用不了半个月，这德国人啊为了省这个仓储费，肯定啊得乖乖求着我们把货运走。这个算盘打的，哎，你说想不想啊？于是呢，三个就死皮赖脸的拖着尾款，死活不付。结果呢，哎，他们完全低估了对方的定力啊！德国人和中国制造方一看哦，嘿，想跟我们玩心理战是吧？行，那就放在这儿当风景看呗，看谁耗得过谁啊！你印度这是条国家级的高铁命脉，哎，几百亿的大工程啊，那几万工人啊在那边张着嘴等吃饭的，每停工1天的损失，那可都是真金白银在烧啊！相比之下哦，中国码头那1天的仓储费算个屁呀！这就叫偷鸡不成蚀把米。这印度人呢，为了省那点尾款，想玩这个极限施压，结果被人家反手一个按规矩办事，直接按在地上摩擦。那随着交货时间一天天过去，这阿三自己先绷不住了，开始在这个媒体上疯狂抱怨交货慢，却对自己当老赖拖欠尾款的事呢只字不提。最后呢，还是印度自己扛不住这恐怖的停工损失，灰溜的把钱打到账上了。这才有了咱们开头内幕。这2台大宝贝终于拿到了放行许可，顺利抵达孟买港。其实印度在盾构机这事上闹笑话，早就不是第一次了。他们那种又菜又爱玩，明明不行还死要面子的作风是有历史渊源的。前2年这个印度国内修地铁也是从中国进口过1台盾构机的。当时这个机器运到了，这正常人的逻辑是不是应该赶紧请这个中国的技术团队过去，帮忙赶紧组装调试早点开工干活啊？嘿，三个那个无处安放的自尊心又爆棚了，他们大手一挥，不用你们中国人来，我们大印度的工程师天下第一，我们自己能组装。紧接着这印度政府呢，就以各种极其可笑的理由拒签了中国技术团队的签证，就是不让你们来，我们要自己搞定。结果呢，
面对这台拥有几万个精密零件啊，那涉及到复杂的液压、电子、机械控制的地下航母，三哥们啊拿着扳手和螺丝刀站在那儿，大眼瞪小眼的。拆开之后装不上，装上之后动不了，就这样折腾了几个月啊！哎，好好的几千万美元的设备，差点让他们当成废铁给砸手里了。那眼看这个工期啊彻底烂尾了，印度政府啊才收起那副傲娇的嘴脸，舔着老脸，偷偷摸摸给中国技术人员赶紧办了签证，哎，求爷爷告奶奶把人请过去，这才把那台濒临报废的盾构机给救了回来。更搞笑的是啊，哎，他们为了在面子上找补回来，弄出来一个极其炸裂的自研操作。这印度媒体啊，天天在媒体上吹牛说，我们的清代工厂现在已经具备了独立生产盾构机的能力了，我们是基建强国啦！牛逼是吹的震天响啊！那实际情况啥样子呢？所谓的什么印度清代工厂，他们干的唯一一件事儿，就是等中国的机器运过去之后，提着几桶油漆，把这个机器外壳上刷上印度国旗的颜色，再用大号字体配上印度制造几个大字儿，核心技术全靠买，外壳刷漆靠自己，牛皮吹破靠媒体。只要这个油漆干得够快啊，哎，那就是纯正的印度国产。经过这次孟爱高铁盾构机被卡事件，哎，不知道印度高层的脑子能不能稍微清醒一点啊？咱们经常看新闻啊，印度呢在各种国际场合对我们是吹胡子瞪眼的动不动就封禁咱们的 app 查咱们企业的税，在这个基建上是处处设防，排斥中国。这嘴上是硬像石头一样，可是一到这种真刀真枪拼实力的时候呢，最后呢也只能乖乖在那儿等着中国点头放行。那现在的局面就是，哎，你可以嘴上不服软但是你的命脉终究是实实在在的攥在中国制造的手里。如今到了7月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当然了，在这个印度不出意外才是最大的意外。在这个德国专家的指导下，这2台组装了90天的机器就要开始掘进了。印度的首条高铁总算是勉强的向前蠕动了一下。但愿这大半年交的昂贵学费能让三哥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大国崛起不是靠做梦做出来的呀，那更不是靠在合同里耍小聪明赖出来的。没有扎实的工业底子，你这个所谓的大国基建梦，风一吹连渣都不剩。